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大社国际撤回了一份关于维吾尔学者失踪的声明。华尔街日报，大社国际撤回了一份关于维吾尔学者失踪的声明，称他们在周二与该学者进行了交流，他告诉他们他没有去过香港。大社国际早些时候表示，阿布都瓦伊利、阿布都热合曼 Abudu Wali Abujaman 曾前往香港会见一位朋友，该学者在首尔攻读博士学位已经7年。大社国际在上周发布的一份警报中表示，阿布都瓦伊利向朋友发消息称自己在机场被中国警方拦下，然后便失去了联系，引发了对他被拘留的担忧。大社国际在周二承认该报道是错误的，因为有新的报道称他仍在韩国。大社国际周二表示，2023年5月30日，阿布都瓦伊利、阿布都热合曼与大社国际交谈，并告诉我们他没有前往香港，与之前收到的信息相反。我们很高兴阿布都瓦伊利、阿布都热合曼的行踪得到了确认。大社国际的中国研究员阿尔坎·阿卡德 Alkan Akad 周二拒绝对此错误发表更多评论。大社国际最初的声明暗示阿布都瓦伊利可能在抵达香港后被非法送往中国，这引发了香港政府的强烈回应。香港政府表示，阿布都瓦伊利既没有进入香港，也没有在抵达时被拒绝入境。香港政府指责大社国际发表了毫无根据和站不住脚的指责，诽谤了香港的人权状况，并要求该人权组织道歉。大社国际在周二的声明中没有提供道歉，而是表示他们将继续努力为那些在他们相信自己或亲人面临人权侵犯风险时寻求帮助的人提供支持，并将继续关注维吾尔人严重的人权状况以及香港人权状况的快速恶化。在周一的时候，大社国际的原始报道引起了人们对其真实性的质疑。首尔国民大学的教授周乌斋彦告诉半官方的韩联社说，他几乎每天都与这位学生保持联系，而这位学生一直留在韩国。他不知道为什么大社国际会报告该学生失踪。这家新闻机构说，他计划跟进并纠正事实。Joe 没有回应置评请求。美国的维吾尔律师雷汉·阿萨特 Rehan Asad 说，他周一通过电话与阿布都瓦伊利交谈。他说他没有透露太多关于发生了什么。他声称自己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但他在韩国。他说，大社国际在上周的警报中表示，阿布都瓦伊利出生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克拉玛依市，攻读体育产业和休闲博士学位，并因为在海外攻读多年而被列入政府观察名单。该组织表示，他的案件引发了担忧，担心他被非法送往中国大陆，并面临任意拘留和酷刑。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进行了全面打压，在新疆地区关押了数十万人。那些有海外联系或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的人，成为了此次运动的目标之一。不能排除新冠实验是泄露理论，中国前顶级科学家承认。英国每日电讯，在大流行期间领导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的病毒学家乔治·高 George Gao 表示， COVID-19 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露的理论不能排除。然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辩称，实验室泄露的想法是反华势力制造的谎言。中国政府对武汉病毒研究所 WIV 进行了调查，高告诉 BBC Radio 4播客发烧，寻找 COVID 的起源。然而，他涉及另一个身份不明的政府部门。高补充说，他只是听说实验室被清除，并没有看到其安全性的证据。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 COVID-19 很可能起源于 WIV， 但美国情报机构之间没有就此问题达成协定。许多科学家认为自然起源的可能性最大。普京再次瞄准基辅后，无人机袭击莫斯科。英国独立报，莫斯科经历了自乌克兰冲突开始以来的首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了整个俄罗斯首都及周边地区的各种民用建筑。据推测，这次袭击是由乌克兰策划的。然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指控恐怖分子参与其中。袭击发生后，有2人寻求医疗救助，但没有人受重伤。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在短短24小时内对基辅发动第3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之后。基辅认为乌克兰完全有权自卫，包括攻击本国境外目标的权利。这次袭击发生在敌对行动升级之际，克里姆林宫将无人机袭击归咎于乌克兰。预计联合国安理会将在不久的将来举行紧急峰会，讨论持续的暴力事件。与此同时，美国和法国也将无人机袭击归咎于俄罗斯。
而英国则支持乌克兰的自卫权。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利 （James Cleverly） 在爱沙尼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乌克兰在其境内和境外都有自卫的合法权利。克里姆林宫正在继续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部署轰炸机、战斗机和运输机和直升机，以及军舰、坦克和炮兵部队。美国登山者敦促加强警务，让珠穆朗玛峰远离垃圾。路透社一位最近第13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美国登山向导表示，尼泊尔需要更好地监管这座山，以应对浪费问题。较高的营地目前散落住用过的啤酒罐、帐篷、食品包装纸和氧气瓶。虽然登山者有义务从山上带下废物，但一些营地的高度为8000米（26246英尺），很难进行监管。今年从珠穆朗玛峰和附近的洛子峰收集了超过13吨的垃圾，作为确保山脉清洁运动的一部分。谁赢得了土耳其2023年的选举？最终结果和有争议的高风险。路透社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赢得了土耳其总统选举的第3个任期，击败了竞争对手凯莫尔·基利克达罗格鲁 （Kemal Kılıçdaroğlu）。埃尔多安根植于伊斯兰的 AK 党在议会投票中赢得了 35.61% 的选票，尽管其联盟包括民族主义的 MHP 仍然控制着议会。埃尔多安有争议的经济观点是，尽管物价飙升，他仍不愿加息。据说这一政策将去年的通货膨胀率推高至 85%， 导致里拉货币在过去10年中对美元贬值至1/10。对科索沃维和人员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北约 BBC北约在袭击造成至少30名维和人员受伤后，批评科索沃的示威者。远警和北约部队在该国北部与塞族抗议者发生冲突，那里因阿尔巴尼亚族市长的安装而发生骚乱。这场危机可追溯到4月份，当时科索沃塞族人抵制地方选举，使阿族人能够控制地方议会。虽然阿尔巴尼亚族人占科索沃人口的 90% 以上，但塞族人占有问题的北部地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和欧盟告诉科索沃当局不要加剧种族紧张局势。如果政府的偷小费规则最终确定，女性将损失46亿美元的小费。经济政策研究所美国劳工部已提出立法，允许雇主保留工人的小费，前提是他们获得最低工资。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如果获得通过，此举将意味着雇主每年将从工人那里获得58亿美元。预计其中近 80% 将来自从事小费工作的女工。该规则的支援者建议雇主可以向其他员工分发小费，例如厨师和洗碗机。但是根据该提案，雇主没有义务这样做。许多人目前非法接受小费，因此如果合法，预计许多人将继续扣留他们。由于该法案，小费工人平均每年将损失1000美元。南非将调查美国向俄罗斯运送武器的指控。路透社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 Cyril Ramaphosa 呼吁对美国驻南非大使5月声称一艘俄罗斯船只从开普敦附近的海军基地携带武器的说法进行调查。豪登省前副法官主席菲尼亚斯·莫哈佩洛 Phineas Mohapelo 将领导一个3人小组，负责寻找几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包括谁知道货船的到来、装卸的内容以及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或其他义务与货船的到来有关。调查预计将在6周内结束。苏丹各派同意在冲突再起的情况下延长停火协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苏丹过渡政府已同意延长于以达尔富尔为基地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人运民族派叛乱分子的停火。8月3日开始的停火并没有停止政府军与苏人解民族派之间的所有冲突。苏人解民族派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争取自治和更大的自治权。苏丹的冲突地区也在与内部分旗作斗争。人运民族派内部的派系在努巴山区与其前领导人马利克·阿加尔作战。阿琼芝是建立自由与变革力量的关键人物，这有助于创建选择苏丹过渡政府的提名城市。澳大利亚学者因谋杀中国妻子被判24年徒刑。南华早报澳大利亚的一名学者因在一场关于育儿的激烈争论中刺死妻子而被判处24年徒刑。迪肯大学 Deakin University 媒体和性别研究讲师亚当·布朗 Adam Brown 去年在墨尔本的家中对陈诚被谋杀一事表示认罪。据报道，他们的争吵始于他们2岁儿子的幼稚园安排。布朗声称他的妻子向他的脸上吐口水，并在用刀攻击他之前击中了他的耳朵。
邻居听到陈的尖叫声，并打电话给援警到现场，医护人员无法使他苏醒。布朗已经服刑1年了。轻松呼吸，保证退休账户如何改变您的生活？经济政策研究所，美国的保证退休账户 GRO 计划可能是美国人退休危机的解决方案。该计划将为那些无法获得退休计划的人提供一个通用、负担得起和便携式的账户，特别是妇女、有色人种、年轻工人和小企业雇佣的人。该计划建议，每个为不提供退休计划的雇主工作的人都将向 GRA 贡献每笔薪水的 1.5%， 这将由他们的雇主匹配。每个工人将获得相当于工资 1.5% 的年度扣抵免，最高可达$600。该账户将是可移植的，即使工人跨越州界寻找新工作也是如此。工人将从拥有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合法投资经理名单中进行选择，这些投资组合可能包括被动基金和主动管理基金，旨在利用长期投资者可获得的更高风险调整后回报的潜力。当工人退休时，他们可以在余生中收到每月支票。在67岁退休的平均收入者将能够补充每年$38,000的社会保障福利，估计每年的 GRA 福利约为$13,000，以今天的美元表示，退休收入增加约1/3。GRA 已经在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取得了成功。此外，他们在美国拥有很高的支援率。最近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来自所有政党的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支援该计划。联邦退休计划的推动开始建立在各州的活动之上，其中10个州颁布了旨在改善退休保障的法律，还有更多的州需要立法。但是，州计划无法确保雇主为雇员的退休做出贡献。为了确保雇主的供款，需要诸如 GRA 计划之类的联邦计划。日本法院裁定禁止同性婚姻为限。路透社，日本名古屋的一家地方法院裁定，该国禁止同性婚姻为限，这增加了婚姻平等的希望。日本是唯一一个对同性伴侣没有法律保护的 G7 国家。该决定是在札幌一家法院于3月做出类似裁决之后做出的。去年在大阪，对同性婚姻的禁令被判定为合宪，东京法院维持了禁令，同时指出同性家庭缺乏法律地位，侵犯了他们的权利。首相岸田文雄 Fumio Kishida 的执政党自民党反对同性婚姻，尽管有 70% 的公众支援。韩国和澳大利亚同意加强防务合作。路透社，据韩国国防部报道，韩国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已承诺加强防务合作。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 Lee Jong-sup 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马勒斯 Richard Marles 在首尔举行的首届韩国太平洋岛屿峰会期间会晤。Jong-sup 表示，韩国热衷于参加澳大利亚的印太奋进演习以及涉及清除水下水雷的安全行动。两国还承诺举行工作级会议，以修订201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为加强国防工业合作铺平了道路。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